如果你也想让你的量化程序的开发环境像这样简洁美观，而不是像 MT5 自带的这个编辑器这样的傻大粗，那么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操作，实现在 VS Code 里面编写我们的 MT5 代码。作为宇宙第一编辑器的 VS Code，除了颜值之外，最重要的是 VS Code 支持非常多的扩展插件，可以满足非常多的功能。比如 AI 相关的插件就可以让我们写代码的过程就很方便。如果这方面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会再单独更新一个相关的视频，并且我认为，如果你个人每天会花很多时间用来编辑你的量化代码的话，那么花一点时间去把你的开发环境，你的工作环境配置成你喜欢的，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配置这个 VS Code。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还请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谢谢了。好，第一步就是下载，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地址，然后点击这个 Download for Windows 进行下载。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操作系统，比如这里的 macOS 还有 Linux 都可以。我这里是 Windows 电脑，就使用这个Download for Windows 就可以了。我们点击下载完成之后，我们找到我们下载的这个可执行文件，然后双击进行安装。我们点击我同意，然后下一步，然后给它选一个安装的地址。我这里就选择在D 盘的 Soft 文件夹下。下一步，创建一个桌面的快捷方式，然后把这两个也勾选上。然后下一步，安装。好，最后点击完成，它就会帮助我们直接开启这个 VS Code， 完成。好，这就打开了我们这个 VS Code 的一个界面。那么为了让我们的 VS Code 能够识别编译我们的 MQL5 语言，我们还需要对这个 MQL5 的插件进行一个配置。我们点击左边这个竖形的这个菜单栏的这个图标，把这个扩展插件的这个窗口打开。在这个插件，你可以安装任何你想要使用的扩展工具。我这里先搜索这个 MQL， 把它这个相应的工具装一下，就是这个 MQL Tools，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 Install 就可以了。如果安装不成功，或者插件加载不出来，极有可能是网络代理的问题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，不言而喻。好，安装完成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配置。我们直接把它拉到下边，它这有一个说明的，就是首先就是需要打开这个 MQL 的文件夹，在这个 VS Code 里面，这个文件夹必须是命名的 MQL4 或者是 MQL5。我们直接来到我们的 MT5 里面，打开这个数据文件夹，然后右键复制文件地址，然后打开我们的 VS Code， 点击最上面这个文件夹，点击 Open Folder， 粘贴进去，然后点击这里的 I Trust。左边这个菜单栏就可以显示出所有我们的 EA 还有我们的include 库文件indicator 都在这里了。下面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插件，然后我们完成了第一步，第二步就是它还需要配置一个 MetaEditor 的路径。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齿轮，点击这个 Extension Settings， 然后把它拉到最下边，这有一个 MetaEditor dir。它这里就是需要我们这个MetaEditor 点 exe 的路径。那么还是打开，我这里的话是其实我是把它放在这个数据文件夹下的，你们的话可能需要你们自己去找一下，我的就在这里，我直接复制，就是这个 MetaEditor 64点 exe， 我们复制一下它的文件地址，然后回到 VS Code， 先把它粘贴进去，然后我们再次回到这个说明这里，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创建一个 settings 的一个 JSON 文件，然后我们按这个 Ctrl+Shift 加 P， 然后输入 MQL， 然后选中这个 Create Configuration，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文件夹下，这就出来了，它已经自动帮我们建好了。那这一步其实就已经完成了，你就可以进行MQL5 代码的编写和编译了。但是他还说了一点，就是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可以设置一下这些 MQL5 文件的这个 icon， 就是他们的这个图标。那我按照它这个方式设置一下，然后还是 Ctrl+Shift 加 P， 然后 MQL 选中就是第一个 Create， 然后我们就使用第二个吧，
install。好，我们看左边，这里这个 icon 的扩展已经出来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些图表，这些 icon 就已经出来了。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个 EA 啊，进行一个编译，看一下我们这个环境有没有正确。编译的话，就使用这个第二个这个编译按钮就可以了。然后它会给我们弹一个框，弹一个框的话，它会告诉我们零 errors 零 warnings， 就代表没有任何异常。这里如果出现 include 相关的异常，极有可能是你的环境还需要配置一下这个地方。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主题配色的话，你可以按住这个 Ctrl K 然后 G， 进行主题颜色的一个更改。我这里还是保持默认的这个配色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想把你用这个英文用着不习惯的话，你想这些菜单都变成中文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扩展里面输入这个 language，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中文的这个扩展进行一个安装。好，这就是如何使用 VS Code 进行 MT5 代码的编译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下载配置试一下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还请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